朋友们，以后我们再去种这个瓜果蔬菜建议采用无土栽培的方法去种，不要再去用这个土壤栽培了。都知道土壤栽培这个冲茬问题很难去解决，尤其是大棚这一块，你种2、3年以后，土茬病害一上来，你换棚吗？你个新棚造价那么高，是吧？你没法去换。如果我们采用无土栽培，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掉了。但是有些朋友说了，那无土栽培成本那么高，怎么去做？成本高是大家对以前无土栽培的认为，实际上现在的无土栽培成本并不高。如果我们按3茬的周期和土壤栽培3茬周期去计算的情况下，无土栽培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土壤栽培的成本。所以说投入成本这是比较低的，这是仅仅是投入的成本。另外好比说我们的人工费用、人工投入的费用，包括我们使用的那个农资费用，都要低于你这个土壤栽培。这是第2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采用无土栽培以后呢，我们这个瓜果蔬菜它种出来以后，它这个品质要远远高于土壤栽培这个品质。这个无土栽培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去采用基质叶糠等这种栽培的方法，而在于我们这个水肥这个管理。采用什么？这就看你当地的资源了。如果你当地蚯蚓粪比较便宜，你就用蚯蚓粪；牛粪便宜，你就用牛粪，是吧？如果可能叶糠基质比较划算，那我就用这个。所以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就是用那个水肥。水肥这一块当中呢，因为用无土栽培要我们代替土壤或者模拟土壤，所以说你这个养分里面的养分几乎是没有的。很多人说了，那无非就是氮磷钾碳氢氧然后钙镁硫铜铁锰锌这些东西配上去都不就行了吗？不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土壤当中有多少未知元素，这些未知元素给这个作物提供养分，但是我们人为补充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知道补充我们知道的东西，一些未知的东西怎么办？所以说呢，另外一个就是有机肥的使用有机肥这块你没法去采用固体的，你这个无土栽培就那么带一个种植槽或者一个种植袋，所以说要采用液体的有机肥液体的有机肥可不是氨基酸或者是腐殖酸类的有机肥那些不是，而是把这个动物粪便包括一些秸秆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把它变成液体，然后我们进行浇灌。这样的话，你这个作物长势才能做好，才能长好，才能品质好。